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深夜鬼话，我是阿鬼。今晚我们要带您穿梭两道海峡，去到两座岛屿香港和台湾。那里的霓虹灯下，白天的繁华喧嚣到了深夜就会显现出另一层面目。今晚的故事涉及4座真实的兄弟，4条真实的不归路。如果你胆子小，现在关掉还来得及。好，我们开始了。香港新界东北部船湾郊野公园深处，那里有一条高约15米的瀑布，常年流水不断，瀑布之下汇聚成一汪深不见底的水潭。潭水翠绿，周围古树参天，风景秀丽，白天这里是游客踏青的好去处。但到了夜晚，方圆几里之内不见人烟，只有水流声和偶尔从山林深处传来的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的低鸣。这座水潭的名字叫做新娘潭。新娘潭的名字来源于100多年前的一场悲剧。传说在清朝末年，有一顶迎亲的花轿在出嫁的途中经过此地。那一天风雨交加，山路泥泞不堪，轿夫们脚下一滑，整顶花轿连人带轿翻落进了水潭。那位身着大红嫁衣的新娘还没来得及拜堂成亲，就被冰冷的潭水淹没，溺毙在了水潭深处。花轿是红色的，嫁衣是红色的。从那以后，传说中有人在这潭水之中见到过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的女子的身影，在水中若隐若现。也有人说，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潭边能隐隐约约听到女子的哭声，那哭声藏在100多年的风雨里，从未停止。但这只是一个传说，真正让新娘潭成为香港最凶险之地的，是之后几十年间在这片区域内一再发生的离奇死亡事件。从1982年至今，新娘潭附近发生的死亡事件多达近100起，其中仅交通事故就超过100宗，死亡人数高达92人。频率之高令人毛骨悚然，几乎每2年就会发生一起致命车祸。2020年12月更是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2起夺命车祸，2人当场死亡。最离奇的是2013年的一起事故。那一年，一对赛车手情侣驾驶私家车行驶在新娘潭附近的路上，在一个弯道突然失控，连人带车冲落山坡，最终双双不治。让人不寒而栗的是，2年之后的2015年，同样是一个弯道，同样是同一种车型，同样是在同一个月份，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故。死者同样是2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同样的路段，同样的车型，同样的弯道，同样的事故，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剧本。当地人相信这一切都和新娘潭的传说有关。老一辈人说，当年那位新娘掉进水潭的时候，乘坐的正是一顶红色的花轿。她死得太冤太不甘，魂魄一直徘徊不散。而她看到红色的车经过时，就会以为那是迎接她的花轿，于是她会走上前去。而那些车祸中死去的绝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有人说那是新娘在寻找陪伴，她一生未嫁，死得太早，所以要找一个人陪她走完那段没有走完的路。1998年，一名黄姓男子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在新娘潭附近的密闭车厢内服用过量安眠药，最终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新娘潭3尸案，一家3口命丧潭边。有人说那是被新娘的怨气迷了心智，也有人说那只是一场悲剧，悲剧叠加悲剧，让这个地方的阴气越来越重。如今的香港人开车经过新娘潭附近时，都会多留一个心眼，尤其是深夜。如果你在深夜独自开车经过新娘潭路段，突然发现车子的收音机开始发出刺耳的杂音，后视镜里隐隐约约看到一抹红色，不要停。如果你听到副驾驶座传来一个轻柔的女声，先生，载我一程好吗？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记住，不要转头，不要回答，踩紧油门冲过去。因为那顶花轿等了100多年了。离开新界，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西环西营盘西半山区，坐落着一栋有着100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它是一座3层高的砖石建筑，带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拱形走廊，厚实的石墙。在外人看来，它就是一座老建筑，但上了年纪的香港人一听到高街2个字都会脸色一变，
因为这栋楼被称作高街鬼屋。它位列香港10大闹鬼景点，更被民间称为中国4大凶宅之一。这栋楼的命运从建成就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怨气。1874年，香港还没有专门的精神病院，精神病人被关在中区警署的监狱里，或者被铁链捆绑在东华医院的病床上。到了1885年，港英政府终于在现址上建起了精神病院，也就是说，这栋楼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用来关那些可怜人的。在那个医学极不发达的年代，精神病人的治疗方法粗暴而残忍。病人被关在狭小的病房里，用铁链锁住手脚，他们撞墙、嚎叫、自残。当班护士听得最多的就是深夜里不知从哪间病房传出来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当地百姓都说那股怨气太重了。但噩梦还没有结束。2战期间，日军占领香港，这座早已废弃的精神病院被日军征用，变成了处决中国人的秘密刑场。一具一具的尸体从大楼里抬出来，被扔进了旁边的佐治五世公园。那里后来变成了一个乱葬岗，死于疾病折磨的冤魂，死于日本军刀下的冤魂，全部留在了这栋楼里。197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建筑的内部，大楼从此荒废。但荒废之后，怪事反而更多了。有人说，在深夜开车经过高街，能清楚地听到废弃大楼里传出凄厉的嚎叫声和沉闷的撞击声，可那栋楼早已空无一人。有人说，自己壮着胆子走进大楼，想看看阁楼，结果看见阁楼的房梁上悬挂着一排死尸，每一具都面朝门口，双目圆瞪。有人说，自己在大楼里走着走着，想转身离开，却发现进来时的那扇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堵墙壁上凭空出现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未知黑暗的门。1990年代，政府决定对大楼进行改建，保留外墙，将内部改造为社区中心，但施工期间怪事依然不断。工人们报告说，工具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又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有人从脚手架上踩空摔下来，明明不高，却摔断了腿。还有人在地下室里听到背后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改建完成后，这里变成了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但老香港人依然叫它高街鬼屋。他们说，那栋楼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香港龙脉的极阴之处，鬼魂最喜欢聚集在那里，就算外墙翻新100遍，底下的冤魂也还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流传甚广。有一次，一个作家带着几个同学去探险，他们走进老旧建筑时，作家说他曾在电影拍摄中看到过一条只有半截的楼梯，而传说中神父的鬼魂就曾出现在那节楼梯上。一开始同学们还在笑，说什么都没有吗？作家被笑得不耐烦了，随口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神父，你在哪里？我就是上次看到你的人。话刚说完，所有人同时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意，没有声音，没有动静，但他们几乎同时转身，头也不回地跑了出来。有些地方，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越过海峡，来到台湾，在台湾的百岳之中，有一座山被称为黑色奇莱，它位于中央山脉中段花莲县与南投县的交界处，主峰海拔3559米，山势险峻，断崖遍布。它的北峰更是高达3607米，是奇莱连峰的最高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美得令人窒息，但也显得令人胆寒。从有人登山开始，奇莱山就是全台湾发生山难最多的地方之一。没有人说得清这座山里到底埋了多少人，但故事一直在流传。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奇莱山灵异事件发生在1971年7月。那一年，6名清大核工所的学生和1名台大学生组成了一个7人登山队，准备攀登奇莱山主峰。领队叫百胜亨，队员有龚世武、施能健、赖淑清、钱迪、邱瑞昌、吴建昌。7月21日，他们从新竹出发，经由东西横贯公路抵达松雪楼，但自然没有给他们任何面子。一场名为纳定的台风以14级的强风猛烈袭击了山区，帐篷被吹翻，狂风夹着冰雹砸在脸上，7个人不得不放弃登顶计划，拼了命地冲向合欢山的松雪楼避难。
但路太远了，风太大了，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终只有2个人活了下来，5个人永远留在了那座山上。但故事没有结束。几天之后，清大校园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毛骨悚然的事，与那3名遇难学生同寝室的同学在凌晨时分被一阵嬉闹声吵醒。他们睁开眼睛，看见那3个据说已经死在奇来山上的室友正围坐在寝室的桌子旁，打着扑克牌，胜利的欢呼声，互相调侃的笑骂声和平时一模一样。但桌上那副扑克牌是湿漉漉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第2天早上，隔壁寝室的同学告诉他们一个消息，你们的3个室友尸体刚刚在山上找到了。那3个回来打牌的鬼魂是在回宿舍看最后一眼吗？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室友们告个别？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件更离奇的失踪事件，被称为叉块谜案。1972年8月14日，一名叫邱高的年轻人与另外2名同伴结伴攀登奇来山，3个人出发后再也没有回来。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救，搜救人员在整个山区寻找，找到了一本笔记簿，上面的字迹潦草到几乎无法辨认，只能勉强认出我和来2个字。9月13日，地面上出现了潦草的刻字，到此与一个难字。9月19日，在卡罗山附近发现了一串不连贯的脚印，最诡异的是，那些脚印前脚掌深陷，后脚掌几乎没有痕迹，像是有人在踮着脚尖奔跑。更恐怖的是，脚印在某个地方突然完全消失了，仿佛踩到了一面透明的墙，然后人就不见了。9月27日，搜救队找到了3人的登高证、勺子、润喉片、博物馆入场券，还有3双筷子，整整齐齐地插在地上，筷子的尖端指向天空。当地原住民看到那3双筷子时，脸色全都变了，他们说那是求救信号。3个处于绝境中的人把身上最后能留下的东西插在地上，用尽最后的力气向老天求救，然而救援没有来得及。搜救行动持续到10月，冬天的第1场大雪覆盖了整座山，搜救队被迫撤离。邱高和另外2名同伴至今没有找到。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故事，成功堡的鬼入住。奇来山下有一处供登山者过夜的成功堡，这一天，一队登山者入住后，又来了一队人，他们浑身湿透，像是淋了很久的雨，从门外冲进堡内。他们始终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登山者觉得奇怪，但也没多问，腾出了位置给他们。第2天早上，登山者醒来时发现那队人不见了。屋外没有脚印，周围的泥地干燥，没有任何人走过的痕迹。但他们注意到了堡内墙上贴着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罹难者纪念照，照片上的脸就是昨夜那些不速之客的面容。他们不只是迷路了，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们还在深山里游荡，想要找到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成功堡是他们在人间的最后一站，但在他们眼里，这也许就是永远的家。从奇来山回到平地，来到嘉义县民雄乡，这里有一栋破败的洋楼，隐藏在荒烟蔓草之间，外墙斑驳，窗户破碎，院墙被榕树的根系死死缠绕着。这就是被列为台湾4大鬼屋之首的民雄鬼屋。他的故事要追溯到民国时期，当地有一个何姓大户人家建了一栋3层高的气派洋楼，在当地是数1数2的大宅。但是就是在这座宅子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悲剧。据记载，1970年代，这栋鬼屋周边曾不止一次传出保险诈骗者故意装神弄鬼的消息，使得这座宅子的传说愈演愈烈。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有人说，这栋老宅的悲剧始于一个仆人。相传何家的一个仆人因怨恨而自杀，死后怨气不散，他先控制了何家的少爷，逼得少爷自杀身亡，接着又害死了何家的其他子嗣。到了最后，整栋洋楼里只剩下何太太一个人，独守空宅，日日被亡魂骚扰。也有更直接的版本说，何老爷在某天深夜被一个女鬼缠上，那个女鬼生前投河自尽，怨气太重，死后化为厉鬼，回到何宅残害活着的人。到了现代，民雄鬼屋的名声早已超出了嘉义本地，每年清明节和中元节总有大批探险者慕名而来。当地人说，那几天里，那栋老宅的大鬼小鬼上蹿下跳，比赶大集还热闹。
但玩笑归玩笑，真正进去过的人很少能笑着出来。有探险队带着拍片设备进去拍摄，结果设备莫名其妙的失灵。有摄影队伍请来了有阴阳眼的法师同行，法师在门口摆了香案做法给摄影机开光，但走进去之后，法师脸色越来越凝重，话越来越少，最后只说了一句不要再拍了。还有人自称曾在午夜时分的废弃洋楼里看到3楼窗口亮起了灯，一盏昏黄的灯，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栋楼里早就没有人住了。民雄鬼屋在2000年代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小说，声名大噪。它甚至被写进了流行文化，成了一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但那些搬上荧幕的故事远不及当地老人口中说得来的瘆人。他们说那栋楼的地基之下埋着不止一个人的骨头。他们说如果你在月圆之夜站在那栋楼的院子中央，你能听到风里面夹杂着一句听不清的话，分不清是男是女，分不清是哭是笑，但那个声音在叫你。各位听众，今晚的4个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香港新娘潭，那位红衣新娘还在潭底等待着下一个路过的人。香港高街鬼屋，那些被疾病和战争夺走生命的冤魂，还在深夜的走廊里四处游荡。台湾黑色奇来，秋高和他的同伴们也许还在成功堡的门前敲着门，想进来避避雨。台湾民雄鬼屋，那盏3楼亮起的灯，至今没有人知道是谁开的。这些地方到底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不归之地。新娘潭路上1982年至今近100人丧生，高街鬼屋下埋着无数无名死尸。奇来山里至今还有人的尸骨没有被找到。民雄鬼屋楼上亮着的灯，没有人敢去关。老一辈人常说，不是这些地方闹鬼，而是那些死去的人不甘心。新娘不甘心，她连新郎的面都没见到，就被淹死在了深潭之中。病人不甘心，他们被铁链锁住，在无尽的折磨中死去。登山者不甘心，他们离山顶只差1步，离回家只差1段路。仆人、少爷、小姐不甘心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于是他们留了下来，在这些地方等着下一个路过的人。最后的忠告，你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故事，但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来到了这些地方，当你深夜开车经过新娘潭，收音机突然变得嘈杂，后视镜里闪过一抹红色。当你路过香港西环高街，那座砖石结构的旧楼里传出若有若无的哭声。当你站在奇来山下，旷野之中突然起了一阵没有方向的风。当你站在民雄那栋荒废的洋楼前，看到3楼那扇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亮起了一盏灯。记住，不要停下来，不要回头，那些地方不属于活人。我是阿鬼，今晚的深夜鬼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想听的灵异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